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会如何去挑选大衣，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那么我自己总结下来是发现，我们在观察大衣的时候，就如何判断一件大衣最适合我们，其实主要是分为3大点来看，主要就是在我们肩膀的上半身，然后中间的腰线部分跟下摆的那个位置的一个判断的点，所以主要是3个部位。那么在肩膀的这个地方，主要看的是2大点。第一点呢是属于肩线部分的一个设计，其实主要就是有3种肩线，一种是合肩型的，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属于那种落肩的设计，也就是它也有肩线的设计，它在这个地方可能肩线就比较下来一点，然后穿上的时候可能有垮垮的那种感觉。其实像落肩和无肩线的这种设计，穿上的整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垫肩型的设计。那么这种类型的设计呢，它也有硬挺的版型，比如说就是那种非常80年代、90年代那种超级复古的版型的话，它这个地方就会做得非常的立挺，然后又有那种加宽你肩膀的一个效果。那么关于肩线部分的选择呢，我自己观察下来是，如果说你的肩膀就长得还可以，然后肩膀的一个宽度对比你的头围和你的身高是刚刚好合适的，然后是适中的话呢，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范围就会很广那么这3种类型的肩线的这种设计都是完全可以穿着的，只是你穿起来的时候整体个人的风格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针对那种可能你对自己的肩膀没有那么的满意的朋友的话，你可能就需要选择这种肩线。比如说第一类窄肩的朋友的话，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偏向于比较适合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加宽我们肩膀的垫肩设计的衣服，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加宽肩膀的作用嘛，其实它也就会显得你肩膀宽一点，所以这种类型的大衣的一个肩膀的设计是比较适合你的。或者说还有一种类型的设计呢，就是它在这个地方的肩膀是合适的，那么它在袖子的那个地方，它袖子跟肩膀的这个连接的，它还会做一点点那种小小的泡泡袖的那种设计的，它其实也是会有加宽你肩膀的一个作用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其实大部分的窄肩膀它还有一个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垮肩的问题。像这种类型的肩膀就穿上感觉好像不太能够撑得起衣服的肩膀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推荐大家去选择像那种现代的垫肩的衣服，它是属于没有真实的垫肩的，并且它的整体衣服版型不会做的特别的硬挺，所以你穿在身上它还是会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肩膀的一个弧线来走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垮肩的人的话，它只能帮助你把你的肩膀做得宽一点，但其实你的肩膀弧线那种垮垮的线条也是会露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窄肩膀的垮肩膀的话，你就一定要选择一个垫肩设计的，然后在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加宽，并且它的版型是硬挺的，或者说它在里面加有垫肩设计的这类的衣服是最适合你的。那么关于肩膀比较过宽的朋友呢，其实像这个部分是之前有朋友跟我留言说他肩膀过宽，但是我其实真的一直都非常不理解那种不喜欢自己肩膀宽的朋友的。其实我觉得肩膀宽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但是肩膀宽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肩膀宽你一定要瘦，就是像我其实属于个子算比较高的人嘛，就1.72米，那么我也是属于骨架偏向于比较宽的，但是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宽的那种高个子的人，所以我就还好，但我也是属于在亚洲女生当中骨架比较宽的人。那么我如果稍微胖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会显得人比较魁梧的，再加上我的这个背部的这个侧面呢，也是属于比较厚的一个身形，所以我只要是稍微长一点点肉啊，然后胖一点点，我记得我最胖的时候是120斤吧，然后118斤，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稍微的有一点点胖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宽肩膀的朋友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其实不是宽肩膀的问题，而是说你就是一定不能够胖。但是在这个部分呢，我还是觉得说审美是非常多样的，不代表说瘦就是一定是好看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丰满的身形，它其实饱满的一个感觉，其实我觉得那种风格也是非常漂亮的。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是跟大家传递说只有瘦是好看的，只是我觉得说就是如果说你是宽肩膀的朋友的话，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自己是不好看的呀之类的，你说不定可以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一个穿衣风格，比如说比较适合这种大骨架的一个欧美风的穿衣风格，然后稍微的配合一点健身，把线条练出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么这个地方就已经是题外话了，就跟大家稍微扯一下这个问题。反正对于宽肩膀，如果你是想要让你的肩膀看上去要窄一点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我觉得宽肩膀最适合的一个版型是，其实和刚刚我介绍那个窄肩膀适合的是同一个类型，只是
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变化。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窄肩膀，它有一个适合的是它的肩线在这里嘛，然后在你的袖子的连接处，那个袖子的部分可能做了一点点小小的那种一个小泡泡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袖子的话，它可以对于窄肩膀的人有一个延长它的肩膀的作用。那么对于宽肩膀的人来说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这种肩线设计的大衣的，因为你在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试着来买，你就可以买它的肩线稍微窄那么一点点的，比如说肩线穿在你身上它并没有在你真实的肩线的那个位置，所以说那个肩线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是呢像普通的大衣，因为它在那个袖子的部分并没有做那个空间出来，就并没有做一个小的泡泡的那个空间出来，所以你在穿那种不合你肩线的衣服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很奇怪，因为你的肩膀会把它顶出来嘛，就会显得很丑。但是做了那种小泡泡袖的衣服的话呢，它就完全可以把你多出来的这个地方挡住，就会让别人觉得说你的肩线是在衣服设计的那个肩线的位置，而不是在你真实的一个肩线位置。那么你这个时候你的肩线位置就往里面收缩了，并且你多余的肩膀的位置是藏在那个袖子里面的。那么关于上面的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一定要看的，就是领口的部分。那么领子的这个部分的设计呢，主要就是分为2个小点。第一点呢，就是领子的大小。那么翻领的这个大小呢，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显得脸比较小，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需要你自己去根据你自己的脸的大小来判断。那么对于像我这种脸上肉比较多，然后脸盘子比较大的人的话呢，其实就比较适合那种翻领的宽度比较宽一点的大衣。那么我通常是穿1/3到2/3的这个宽度的那种领子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个地方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大领子，其实我发现那种长相比较清秀，然后本身那个头就比较小，然后脸就比较小的朋友，就比较适合那种领子稍微小一点点的那种设计的大衣。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是个子比较小的女生，那么你的头又偏向于比较大，然后脸又可能是比较肉的话呢，其实本身按理来说你可能是比较适合领子稍微大一点的那种大衣的。但是我发现像那种领子过大的大衣，面对那种小个子的女生的时候，它整体来看的时候，其实个子不是太能够撑得住它这个领子的大小，会有点压个子。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你去中和一下。就比如说本身你的脸就是属于那种有点肉的，那么你的个子又比较小，那么整体来看的时候会有点压个子的话，你就一定要选稍微再往里收一点点的，这样你可以中和一下，就不会有上半身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整身看的时候不怎么行的那种类型的状况。那么关于领子其实也是有涉及到肩膀的问题的，比如说面对窄肩的朋友的话，你也是需要中和一下的时候，如果你本来肩膀过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择领子过大的一个衣服，这也是一个视觉的影响，因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以为它没有。比如说我们领子已经把我们的肩膀的2/3或者更多的地方都挡住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像肩膀不是一个他能够有印象的点，所以他就会觉得你的肩膀还挺窄的。但是在这个部分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个领子千万不能大过说完全的把你整个身体都挡住。而且我发现如果说他一旦把你的肩膀完全挡住，其实如果你宽肩膀的人，你看起来肩膀也会非常宽，因为你根本没有一点点的对比了。那么接下来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在选择一件或者说在判断一件大衣究竟适不适合我们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腰线。那么腰线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觉得它最能够体现我们的一个身材比例的一个部分嘛。无论是我们在穿搭的时候，无论是春夏秋冬，其实我们在搭配或者说在选衣服的时候，都是要利用到腰线的这个位置的，而且一定要抬高我们的腰线。那么换到我们在穿大衣的时候，其实大衣它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单品，我们在冬天穿的时候经常外出其实是会把扣子扣起来的，它基本上就把我们所有的一个穿搭给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的腰线的位置设计的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是比较低的话，它其实就会压低你的身高，然后并且会让你的身材比例变得非常的不好。那么腰线它整体的一个通过设计来体现的方式主要是有4大类，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第一大类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有系带的大衣的话，那么那个系带大衣的位置就是以你的腰线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一件大衣它没有系带，但是它会有收腰的设计的话，那么那个收腰它最小最窄的一个部分也是体现你腰线的一个位置的。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最常见的那种有纽扣设计的大衣，那么那个扣子的设计它就是一个腰线的体现。那么除了这3大点的话呢，其实还有2个点是属于它的影响力小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2个小点。第一点就是它的口袋的位置，如果说以上的几种类型的一个设计都没有的话，或者它的影响力比较低的话，
那么我们领口就是刚刚我讲的领子，它敞开或者你扣上的时候，它都有一个结束的位置。那么那个结束的位置其实就是你的一个腰线的体现。那么这几种设计，它主要的体现一定要是在你本身的腰线当下的那个位置，或者说以上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都是想要把我们的腰线抬高，才会显得腿更长，然后身材比例比较好嘛。其实像纽扣这个地方可能讲起来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纽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设计。还有一种纽扣的大衣呢，是目前那种由军装的衣服，然后它延伸而来的一个灵感的那种衣服，就是那种双排扣大衣，通常是有6颗扣子这样来设计的。我在看的时候是发现这种双排扣大衣，其实你就只需要看中间的那排，它其实也就是你一个腰线的体现。一般就是只要中间的那个扣子偏向于比较高一点的话，它整体的那6颗扣子都是偏向于比较高的，都是最适合你的一个高度，就会显得人更加的精神一点，不会显得人比较往下走，然后感觉整个人的气场都被那件大衣给压下来。但是大部分的大衣它其实也不会说只有那一个部分的设计，比如说有些大衣它也会设计口袋，这也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其实我们也在明确腰线的时候，其实口袋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比如说一件系带式的大衣，它的腰线已经是一个适合你的腰线，但是它的口袋设计的非常大，而且是属于那种很显眼的，它在你整体的大衣的整体的感觉里面，它占有的那个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话，如果它是很大然后又比较低的话，就算你的系带的那个腰线是合适的，它其实也会拖你整体腰线的一个后腿。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可能在选择衣服的时候，或者说买大衣的时候，不能单一的去看它一个设计，因为它构成一件大衣的整体风格和穿在你身上整体的究竟适不适合你，它可能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小点的，但它可能有一个主要的点，但是如果一旦其他的小点的影响力也是够大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导致这件大衣非常的不适合你。那么肯定会有朋友就问我嘛，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目前有一件大衣，看了你的视频之后发现它的腰线的位置设计的非常不适合我自己，那么这件大衣我已经买了，我要怎么办呢？我其实大部分跟大家去单一的讲某一个单品如何去挑选的时候，其实我都只是在讲你要去买这件大衣的时候，它单单只看这件单品的时候穿在你身上适不适合你自己。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我有时候我也是知道那件大衣它其实没有特别的100%的适合我，但是我还是会把它买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很喜欢它的设计，所以说我就会通过一些搭配的方式让这件大衣适合我。就比如说一件大衣你发现它的腰线的位置不适合你自己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可以把它敞开来穿，那么你在里面的搭配就一定要选择一个腰线位置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像我现在穿的就是一件 T 恤，然后一个很高腰的牛仔裤，然后系在这里的话呢，你的腰线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么你把大衣敞开的时候，其实大衣的那个腰线位置的一个影响力就会被模糊掉或者减弱掉，然后主基调就在你的里面的那个搭配的话，其实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搭配方式前提是你生活在一个可以敞开穿大衣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冬天都是非常非常寒冷的，反正我这边是如果我敞开穿衣服在室外待超过5分钟我就会非常冷，所以我其实大部分出门的时候我都是会把扣子扣得死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去改变一件大衣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错误腰线呢？就是你模糊掉它在你身上的一个影响力。就比如说你的一件大衣它的腰线是错误的，那么你如何去模糊呢？就主要第一点就是你在你上半身的这个位置增加一个亮点，然后把大家的视线转移到上半部分来，比如说你加一个比较有亮眼的项链呀，或者说你系一个围巾，其实都是会把你的那个视觉重点往上抬的，或者说戴个帽子。但是帽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相对而言比较 tricky 的，就是有点难的，是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那种帽子它有时候它反而会压你的个子，比如说宽檐礼帽，面对那种小个子的人穿上都是会有一点点压个子。那么关于大衣的长度其实也是会有很多朋友会问的一个问题嘛，但是我是真心的觉得，如果你在以上3点都选择了非常非常适合自己的大衣，其实大衣的长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它只是会影响说你整体的一个风格和你整体的感觉。但是唯一可能就是小个子的朋友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种超长款的大衣穿上，有可能你正面你敞开穿它也是属于说是就是不会说感觉特别的压个子，但其实背面看都是会有一点点压个子的，这个部分就是你需要去注意的一点。除此以外，我觉得其实大衣的长度并没有那么的影响我们自己的一个身材比例，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说你希望这件大衣它的搭配范围是足够广的，能够广到说你比如说你在秋冬天的时候穿那种非常紧身的裤子，完全把你的腿部线条暴露出来，你都能够去穿这件大衣或者穿上去非常好看的话，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件大衣的长度它露出来的部分是一定不能停在你最不满意的地方的。比如说面对我自己的腿，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我的小腿肚子，那么这件大衣的长度一定不能停在我小腿肚子最宽的以上的那个位置，因为这样它就完全把我小腿肚子最宽的那个地方就给 highlight 出来了，就像打一个高光一样
样把它打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去搭配这种长度的大衣，我肯定就不会搭配像那种紧身的裤子。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大家在选择大衣或者外套这样的单品的时候，比较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背面的设计。那么背面其实在冬天的大衣的时候，其实也是容易说会显得我们虎背熊腰或整个人没有精神的。那么关于背后其实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牵扯到大衣的尺寸，就一起讲了。因为像大衣的尺寸，我是发现你在买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合你的身或者不合你的身。因为其实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你在里面是需要叠加非常多层的衣服的，可能会要穿一些厚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买大衣的时候，你就穿一个像这种 T 恤去试那件大衣，你穿起来挺合身的，结果你回去真实的去穿件大衣的时候，你又穿了一件厚的毛衣，然后里面无数层的打底内衣，其实就会导致你那件大衣穿上的时候会绷起来。那么特别是背后一旦绷起来之后，就会显得人胖，然后会显得人比较虎背熊腰的。还有一个背后的一部分的设计，其实就是大衣开叉的部分。像这个开叉部分，最早期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主要会考虑到的一点，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灵活的去穿衣服。比如说你下蹲或者你弯腰的时候，因为像大衣这种比较长的一些单品的话，它可能会有点绷嘛，那么设计一个开叉，它会方便你活动。但是我发现其实开叉还有一点，就是你从背后看的时候，整个人会显得比较轻盈。特别是属于比较长版的大衣，我比较倾向于去让大家选择那种有一个开叉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大衣的版型，因为你穿上之后，特别你在走路的时候，它才会有那种飘逸的感觉，整个人才会看上去比较轻盈。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如何去选择大衣的一些部分，然后和我自己会去看的一些点吧，然后都是我尽量和大家精简了，就希望能够非常清晰的和大家分析到，然后你们也能够很快的用到你们接下来挑选大衣或者挑选其他类型的衣服的一些怎么说呢，经验里面。当然其实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很多点都是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外套的挑选上面的，都是可以往上套的吧。比如说像风衣，它其实很多大部分的设计都和大衣很类似，其实你也可以套在上面去使用。我们在选择大衣这种价格比较高的单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去购买。然后如果说你家里附近就能够去店里面去试到一件大衣的话，我都是建议大家先去试过，然后可能网上打折，然后再在网上买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大衣的这种价位比较高，而且我也是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件大衣或者这种高价位的单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去入手，买一件就尽量能够多穿几年，这样它陪伴你的时间比较长，其实也很有感情。你也可以花一些精力去想它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搭配，都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就请记得帮我在下方点个赞，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新公众号和 Instagram。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